有这么一部作品，它是系列作品的第4部，故事发生在日本一处小镇，一切的开端是一名外来者的到来，主角是一位高中生，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不良少年，有着可以召唤出某种背后灵来战斗的超能力。他还有一位叫做某太郎的亲戚，最出名的反派是一个平凡上班族。主线剧情围绕着一场连环杀人案展开，最后需要拯救一个小学生。那么这部作品的名字是，相信只要你同时接触过《女神异闻录4》和《九九不灭钻石》这2部作品，心中一定会生出强烈的既视感。这2部诞生于不同年代、不同媒介的作品，为什么在故事结构、能力设定，甚至整体气质上都这么像？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2部作品是如何一边用连环命案制造不安，一边又让无数人对这2个不存在的地方产生赛博乡愁的。如果我们往前追溯《女神异闻录4》和《九九不灭钻石》的整体剧情架构，会发现他们都受到同一种小镇悬疑的叙事影响。P4 这一边，桥野贵曾提到，他们最初想做的就是一个发生在乡下小镇的推理故事。在他的印象中，乡下小镇和杀人事件这2个概念几乎是同时出现的，这种感觉就很像横沟正史笔下的金田一耕助系列。一个从大城市来到乡下的外来者，在短暂停留期间逐渐揭开当地居民隐藏的秘密，这几乎就是 P4 的开场。而到了90年代，这种小镇悬疑的故事又被另一部作品推向了全世界，那就是知名导演大卫林奇在1990年推出的经典悬疑剧《双峰》。大卫林奇把肥皂剧、刑侦悬疑、心理恐怖和超现实梦境全部塞进了同一座小镇里。双峰的故事同样从一桩谋杀案开启，一名来自外地的 FBI 探员来到偏远的伐木小镇，调查一起高中生的死亡案件。可随着调查不断深入，他发现这个看似宁静的小镇里几乎每个人都藏着秘密，除此之外还潜伏着某种无法用常理解释的超自然力量。双峰真正可怕的地方不是告诉你在某个遥远的地方有一个恐怖世界，而是恐怖就藏在我们最熟悉最温馨的日常里。双峰在日本播出后很快掀起了一股热潮，也在此后许多 ACG 作品中留下了痕迹，比如塞尔达传说之梦岛、寂静岭等知名作品。1991年，荒木曾在周刊少年 Jump 的作者评论中提到，自己看完了双峰的影碟，并认为这部剧很有意思，拥有一种与漫画相通的趣味。而就在第2年，JoJo第4部不灭钻石开始连载，国外的 JoJo 考据网站也把双峰列为了可能是不灭钻石的创作灵感来源之一。而女神异闻录这边，系列美术主创的金子一马同样是一位大卫林奇的粉丝，他曾经提到过，游戏里标志性的天鹅绒房间灵感就来自双峰里诡异的红色房间，不过他把主色调改成了蓝色，以致敬大卫林奇的另一部电影蓝丝绒。所以说这2部作品都带着同一种小镇悬疑的基因，平静的小镇、诡异的命案、被撕开的日常、熟人社会里的秘密，以及突然闯进现实的超自然力量。而这个基因最后成长为了杜王町和道与市这2个故事里最重要的舞台。在舞台的选择上，2部作品都做了一次降维。P4 抛弃了前作探讨死亡与终末的沉重基调，不灭钻石也放弃了前作横跨半个地球的史诗远征，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故事塞进了一座充满生活气息的乡下小镇。这2个地方最大的魅力在于他们极其鲜活的日常感，有学校，有餐厅，有百货商场，有每天都会遇见的熟人。在这里，你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不知不觉地把这个地方变成了自己的生活圈。为了铺垫这种真实感，这2部作品还投入了大量的篇幅去描绘这些青少年的闲暇时光。不灭钻石里，仗助不是每一集都在战斗，他会去意大利餐厅，会为了中奖彩票斤斤计较，哪怕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战，第2天也还是要去上学，去过普通高中生的日子。P4 更是如此，系列特色的日历系统直接把玩家丢进了道宇的生活里，你要上课、打工、钓鱼，和伙伴们在 Junis 的美食广场闲聊，甚至选择今天干脆不出门。正是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水时长，把这2个地方从一张平面的剧情地图变成了你真正生活过的地方。所以每当死亡发生的时候，那种恐怖感反而会变得更加具体，因为被打破的不是一个陌生世界，而是你已经开始熟悉的生活。
而当小镇的日常开始不正常以后，两部作品里最标志性的核心设定也就顺理成章地登场了，那就是人格面具和替身。这也是很多人第一眼觉得女神异闻录和 JoJo 很像的地方，他们本质上都是一个人内在精神的视觉外化。JoJo 里的替身往往会反映使用者的性格、执念、欲望，或者是看待世界的方式。从第4部开始， JoJo 的替身能力也开始变得五花八门。因为杜王町本来就不是一个只有英雄和反派的小镇，而在 P4 里获取力量的代价更为残酷，角色往往要先面对自己的阴影，那些嫉妒、自卑、欲望、逃避都会在电视世界里被无限放大。只有当角色承认这也是我的一部分时，阴影才会转化为人格面具。他们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武器。女神异闻录系列和人格面具脱胎于真女神转身的校园背景和守护灵系统。系列的美术指导金子一马也谈到过，人格面具和替身与其说是单纯的设定相似，不如说背后有着非常接近的审美取向。他曾经和荒木当面交流过，发现彼此有着极其相似的爱好，都非常狂热的喜爱西方流行音乐以及时装秀。更巧合的是，他们还用过同一个模特，美国的超模特里修戈夫作为角色的灵感来源。金子一马在女神异闻录里设计了名为特里修的 NPC，荒木则是以他为原型创作了 JoJo 第5部里的特里修。也就是说，人格面具和替身，他们背后有着一整套共同的审美、时尚元素、服装设计、流行音乐，以及那种把角色内心变成视觉符号的创作方式。而这种共鸣还体现在另一个神秘学符号上——塔罗牌。熟悉 JoJo 的都知道，替身这个概念是从第3部开始引入的，并且最早的一批替身，像是白金之星、绿色法皇，都是基于塔罗牌的大阿卡纳命名。而女神异闻录系列不仅严格按照大阿卡纳来划分人格面具，更将其与游戏内的社群机制深度绑定。你和其他角色建立的每一份羁绊，角色的每一次心理蜕变，其实都是在完成一次塔罗牌隐喻。用神秘学来刻画宿命这一点上，这2个系列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另外，这2部作品还有一个迷人的地方，就是极其细腻的群像塑造。在杜王町，故事的主角从来不只是藏柱，还有那个看起来不太聪明的义太，一开始胆小怕事，却在一路成长的康一，作为战力天花板永远让人安心的陈太郎，还有性格麻烦却魅力拉满的岸边露伴。切到道鱼也是一样，让很多玩家久久不能忘怀的是那个平时负责搞笑的杨介，是温柔端庄的雪子，是元气爽朗的千枝，是可爱的小李氏，还有王二、直斗、秃马，当然也绝对少不了大家的赛博妹妹菜菜子。他们不是那种浑身发光没有破绽的无敌英雄，他们有怪癖，有缺点，时不时还会闹出一些笑话，但这恰恰是他们最迷人的地方。因为不完美，他们才不会像被剧本推着走的 NPC 一样，而是一群有血有肉，真正陪我们度过了一个难忘夏天的伙伴。那么说完吵吵闹闹的主角团，我们再聊聊2部作品里最危险的上班族足利透和吉良吉影。在传统王道叙事中，反派通常企图毁灭世界或征服全人类，但是这2个反派却颠覆了这一范式，他们都披着一层毫无破绽的日常伪装。他们不是从外部入侵小镇的恶，他们本来就在这里，混在人群中，和大家呼吸着同一片空气。也正因为这样，当他们真正露出恶意的时候，才会显得格外阴冷。更让人后怕的是他们极其私人的作恶动机。足利透没有什么宏大的邪恶蓝图，他只是被无聊和虚无腐蚀了。他觉得这个社会太烂了，凭什么自己要在乡下吃灰？所以他把剥夺别人的人生当作给自己解闷的游戏。吉良吉影也不想统治杜王町，他杀人纯粹是为了满足自己扭曲的癖好，并且偏执的想要维持一种不被打扰的平静生活。他们一个是极致的虚无主义，一个是极致的病态秩序。他们的能力也可以看作是主角的镜像版。吉良吉影的杀手皇后能把触碰到的东西炸得灰飞烟灭，这刚好是主角藏柱疯狂钻石那种修复万物能力的反面。一个不断修复被破坏的日常，另一个则靠破坏维持自己虚假的平静。
而足利透的霍金伊邪那岐在原型和外观上可以说是伊邪那岐的堕落版。两个人同样从大城市来到岛屿，也同样获得了进入电视世界的力量，但明上优选择与身边的人建立联系，共同追寻真相，足利透却拒绝与人产生真正的连接，把孤独和空虚变成了伤害他人的理由。两个反派最后都因为同一件事走向失败，他们都以为自己能够掌控一切，在这种自负下低估了那些看似平凡的人，最终击败他们的不仅是主角团的力量，更是这小镇里一个又一个普通人建立起来的联系，是那些看似琐碎平淡却真实而温暖的日常对试图践踏他们的恶意做出的一次坚决反击。当阴霾散去，故事终于迎来尾声，当连环杀手的案子尘埃落定，主角坐上那趟离开的列车时，屏幕外的我们感受到的从来不是打通关的解脱，而是一场猝不及防的赛博乡愁。这就是这两部作品带给我们的终极共鸣，他们用小镇悬疑作为外壳，包裹着的却是一颗关于青春、羁绊与自我接纳的内核。他们告诉我，哪怕周围潜藏着恶意与虚无，哪怕我们只是带着缺点的普通人，那些平淡、麻烦甚至有些无聊的日常，依然有着值得拼尽全力去守护的重量。到了最后，你会发现，让我们念念不忘的早就不是哪一场战斗，而是那个夏天和伙伴们的一段黄金般的回忆，以及那个我们还想再回去一次的第二故乡。